骑上高平环线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这趟旅程最迷人的部分永远是接下来。离开努安族的打铁村和鹧香村，把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和淡淡的香气留在身后，怀着满心期待继续驶向更深的群山。没想到天空突然下起了雨，赶紧把车停在路边一栋高脚屋前避雨，四处张望，想先征得主人同意，却始终没看到人影。幸亏山区的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雨停后再次出发。烟草已经开满了细小的白花，在一片片翠绿宽大的叶子间悄然绽放。一路穿过玉米地，跨过一条条翡翠般清澈的小溪。下午2点，经历了一整夜的大巴颠簸，已经困得几乎睁不开眼。随手在谷歌地图上找了一家最近的民宿。推开门，愣住了。这间每晚60万月盾的房间，窗外的景观，说是100万级也不为过。夕阳西下，村庄渐渐亮起灯火。炊烟从一栋栋黑瓦屋顶缓缓升起，边境的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简单，也这么宁静。第二天直接睡到上午10点，坐在瀑布边吃一碗热腾腾的泡面，吃完继续上路。公路沿着一条翡翠色的河流蜿蜒前行，骑着骑着，忽然望向对岸，愣了一下。咦，那边的房子怎么那么像中国？打开地图才明白，原来一直骑行在贵川河旁，这条河就是越中两国的天然国界。河的这一边，无论平房还是高楼，大多铺着鲜红的瓦顶。对岸建筑风格却一下子变了，方方正正、规整的，让人一眼就认出那是中国。下午到了魁奇石头村，老板娘正在田里插秧，发来消息，直接进来就好，我儿子会帮你安排房间。这座村庄以傣族人建造的独特石头高脚房而闻名，宁静祥和，充满了典型的越南北方边境风情。当地居民提供社区型的特色民宿，体验非常棒，不仅能直接住入这些传统食物，深入体验当地日常生活，还能为生活在大山之中的少数民族群体提供生计支持。看到我一整天几乎没吃东西，小主人给我煮了一碗面，真的被暖到了。Đó, mọi người được. Rồi, này.
着天晴，在村里慢慢散步，然后爬上百越楚林禅寺等日落。可惜云层太厚，只留下一抹晚霞点缀在天边。但从高处望下去，百越瀑布升腾着层层水雾，静静躺在翠绿的山谷间，四周散落着红婉明炬，像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画。Hai đứa chơi với mèo. Ố. 天黑后回到民宿，老板娘已经从田里回来。她热情地叫我吃晚饭，特意准备了一大桌家常菜，菜多到让人不好意思，但因为实在太温馨，还是吃得干干净净。那天晚上，坐在高桥屋的木长廊上，听到许多关于边境的故事。原来越南的奴族和傣族与中国的壮族同根同源同语言，疫情之前边境还没有今天这样严密的围栏，两国边民就像隔壁邻居一样亲近，晚上一起喝酒聊天，清明节一起扫墓祭祖。高平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场面，却把最踏实的人间烟火悄悄塞进我的心里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长廊上，看着归春河隐隐的水霜，忽然觉得这就是骑行最好的样子吧。下一程我们路上见。